有请主持人小川。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药保湿伊贝诗冠名播出的伊贝诗纯净水纯净保湿，实时透水嫩。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本节目由抖音短视频 APP 战略合作播出。上抖音看视频，保卫爱情有秘籍。去抖音拍摄分享你的爱情故事，带话题“我要保卫爱”，并艾特“爱情保卫战”的抖音官方账号，你的视频就有机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中，由涂伟老师点评指导。下载抖音 APP 去分享你的爱。来吧，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情感作家陆琪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心理专家于继静老师，欢迎；涂磊老师，欢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4位老师的生活智慧，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觉得他年纪小，而且从小到大也没有吃过什么苦，很多事情都不能理解我。很多事情我都是为他着想。我不知道为什么变成我的错。他妈妈也不待见我，我觉得相处的过程中压力好大。我觉得我的妈妈并没有恶意，是她想太多了。我前夫就是个妈宝男，我很怕自己再重蹈覆辙，我真的不想再错一次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柏27岁，来自湖南自由职业；女嘉宾小卢31岁，来自广州行政主管。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现在是女生想结束这一段关系是吧？是的，因为考虑的非常多的原因。啊，哪些原因方便说一下吗？主要是他年纪比我小，而且我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我也害怕受伤害。是你追的他吗？是我追的。你追他的时候知道他比你大，而且曾经有婚姻经历吗？哦，在追他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所以你并不介意和不在乎是吧？对。当时是怎么认识的？怎么追求的呀？我们是在那个泰国的皇宫旅游的时候撞见的，就第一眼看到感觉非常好，我就上去要了联系方式。之后我们就一直有保持住联系。那我有了解到他就在广州，那么我在深圳，我们2个比较近。之后我花了大概1-2个月的时间去广州找他以及追求他，然后我们才确认在一起的。在一起多久了？快1年。但是在我们相处的过程中，我是觉得我们彼此之间有太多的三观不合。说说怎么不合吧。首先说吧，因为我是一个职场女性，遇到加班肯定是很累，但是他不同，他们家是做生意，可能时间会相对来说自由一点。然后他说上面才几千块钱，这么辛苦来干嘛呢？我也跟他谈过这个问题，我说作为一个女性，我觉得在工作只是要找到一种价值在社会上。那我确实是觉得他太累了，他经常就是加班，没有时间回复我。然后我找他的时候呢，我叫他出来玩，他也会经常说我要加班，所以我觉得他很不值得。我觉得吃个饭可能没有问题，但是有时候你要看个电影，然后再和朋友喝个什么东西的话，回家都是1-2点，然后我第2天要7点钟起来上班。我希望他是能够理解我这种辛苦。他一开始跟我说你这个工薪水太少了，然后我也为了避免他的担心，其实后来我加薪的时候我也跟他谈过，我希望他能够有这种安心。但我觉得他好像不太理解。除此之外，这个职业或者叫职业也好，或者家庭出身也好，原生态家庭也好，还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冲突吗？我觉得对我人，包括这份工作也非常的不尊重。因为有一次我跟他说过2天我要跟上司去出差，他就会问你这个上司是男是女的？我说是男的呀。那你跟这个上司出差，那跟他一个房间吗？我作为你男朋友，我当然有必要知道他跟谁去出差，对吗？他在意的是你跟他住在一个房间吗？如果这话让我听到，我就会反问你，你跟你的女同事出差都住一个房间吗？因为你只有这样的经历，你才会问出这样的话来。
这是你的认知哦。但是他知道我从来没有跟女同事出过差。那上次你跟我一起去旅行的时候，有个女生问了他拿微信，他也直接加了呀，他也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哎，我女朋友介不介意？他完全也没有介意过这种问题。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探讨清楚啊！我就想知道你当时是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我就说，上司不是男的，就是女的。如果你非得要去讨论这个话题，你是不是说直接你换一个工作，一定要是女上司的，你才能有这种安全感？后来去出差了吗？我还是去了。然后你怎么处理的呢？他没理我。然后你呢？我打电话给他，他不接。这个事儿怎么画的句号呢？后来回来的时候，我又去广州找了他嘛，然后他就会拿我之前的事情来讲我，讲的我就没办法说他了。就是上一次是这样子，其实是我们两个一起去新加坡旅游，那个女生有了解到我家里面是做旅行社的，然后她就想了解一下这一块，而且我是当着她的面加的微信，并不是她说的那样，我加了人家微信会有什么啊？所以等于你们在处理这件事儿的时候，女方就把这件事儿拿出来说你了，是吧？对。然后关于这件事儿就没有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束，反正就过去了，是这意思吗？是。你们俩的事儿，他们家人知道吗？了解吗？知道。第一次他带我去他家里吃饭，吃饭的过程中，我看到他们的那个餐桌礼仪是等于去西餐厅吃饭一样那么正式，可能会心里有一点点的小压力，因为跟平常我们普通家庭吃饭不太一样。他妈妈就吃饭的时候聊到，就说你应该从小在家里没有这样吃过饭吧。我听到很不爽，好像看不起我样子。我们家吃饭一直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会垃圾分类的一样。那另外我妈问他，只是当时问了一句，在家里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吃过饭，会不会不习惯？那只是关心一下，也是考虑了他的感受这样子的。可能我觉得他想多了。是容易这样，这个事儿其实反向一下就好了嘛。你天天这样吃饭吧，突然你到一个家里面去了，这个家里面就是一个小方桌，桌上油油腻腻的，然后给你拿来一只碗，碗还缺了个边儿。这个时候阿姨把碗放在你旁边说：“姑娘啊，你肯定没这么吃过饭，你习惯吗？”同一句话你会怎么想？你觉得他还是歧视你或者轻慢你吗？所以呢，到底是别人在歧视我们、轻慢我们，还是我们自己没有正确的对待自己？不仅仅而此，因为他有时候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那我也觉得哦，周末还可以吧。然后去到旅行的时候，特别在刷房卡付费的时候，他妈妈就马上打电话过来，为什么你去了旅游不告诉我，而且刷了这么贵的房费？那我觉得很奇怪，就算刷了房费，我妈当时确实不知道我出去玩了，然后她打个电话过来，因为我的卡跟她的卡是绑在一起的，她有收到的啊，那肯定会打电话问来我是什么情况嘛，所以我妈问我一下很正常，我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因为我觉得刷卡不是1天2天的事情，你妈也不是第一天会收到讯息啊，因为她总是会打电话过来发讯息过来，只是关心这一场旅行到底我花了你多少钱，谁花得多？我在乎过吗？但是他问的问题是这样啊。你是跟我谈恋爱，我觉得无所谓啊。哎，我问一个旁支问题啊，你现在经济独立吗？也算独立，也算不独立吧，反正都有自己的，也有父母的那一块。那干嘛不刷自己的卡？卡的话，我一般都是刷父母的。了解一下，女生心里也是不舒服的，对吧？除此之外，跟她家还有什么样的冲突呢？以下我说的这个对于我来说人生的侮辱，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失败的婚姻，他之前也有跟我谈过，就说结婚，但他妈妈跟我谈到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给我如此的一个羞辱，就是说，因为你有过一段婚姻摆喜酒的话，我男方希望你们女方的亲朋好友不要出现。这事儿你知道吗？这事我知道，我妈要请一些，比如说生意上的伙伴，然后我妈很爱面子的人，又很传统，然后家里的亲戚，她怕会有人会讲，在那背后议论，然后她会面子挂不住，所以她才会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你也认为这要求是无理的？对，我跟她说了，我说你给我点时间，我跟我妈去沟通这件事情，我去处理。因为我妈一开始都反对我们在一起，但是我妈直到我妈同意我们俩在一起，然后到同意我们结婚。母亲已经同意你们结婚了。是的。那这个结婚除了这个条件，还有其他的条件吗？婚后一定要一起住。但我不太喜欢一起住的原因，不是说我不愿意去孝敬他们老人家，我希望就是不要产生再多的误会。我就说你给我时间，我去谈就行了，其他东西不用你管。他又逼我要快点跟我妈去谈，但是我妈那边总要我去沟通，慢慢来吧，没有说很快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女生现在是不想再等了，是吧？
因为我觉得他的性格就是你给我时间我去谈，但谈了一个就是无期限的结果。结婚是2个家庭的事情，真不是2个人的事情。但在我觉得首先我们2个人的问题很大，父母的问题我都可以去解决。哎，你们俩什么问题啊？就是他现在不愿意让我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他不想等啊。我就是想我带他来这里的原因，我就是希望他给我时间，愿意再等我一下。一直都说你妈，没提你爸是吧？你爸对这事儿有态度吗？我爸是没有反对。行，那就现在变成2个女人的战争了吗？那为什么要嫁他呢？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我确实也有受过这种被爱的感觉。可能对于别人来说，这种关爱可能很简单，但是可能在我身上，我就觉得很浓很浓。一定要娶她。因为我跟他在一起很久了，我跟他在一起，包括我觉得在我的恋爱史上面，我也做了很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就已经空前了是吧？对。婚后的话会打算让他继续工作吗？如果是他现在一直这样的没有时间陪伴我，我建议是不要工作。我不会不工作。这是一定要工作的啊！要工作就意味着就有时间不陪你，能接受吗？那要看他有没有时间陪我。他要没时间陪你呢？没时间陪我，我去找他。啊。那还是让步嘛。急着要孩子吗？不急。你父母呢？父母急。在生孩子的问题上，你有什么想法呢？我会看他的行动。我没有一种安全感。所以，这个不安全感到底来自于家庭的差异，还是来自于爱情出了问题？让老师们给你们分析分析。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刚才说到2个不同的原生家庭啊，我更愿意用家庭文化来形容啊。他这种家庭文化之中，像你感受到他妈对你不尊重，对吧？对。其实不是，他妈不是对你不尊重，他妈不尊重他。像这样的一个家庭文化环境里面，小孩一直在经济上面或者精神上面各方面都依附着家里的时候，父母其实是不尊重小孩本身，只不过他不尊重他，他习惯了，以及他母亲不会用那种特别伤害他的方式表达出来，但对于你，他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把这种不尊重表现出来。所以这种不尊重是对他的延展延伸。你妈为什么不尊重你？其实你应该很明白，就是因为你现在还不是一个独立的男人。男孩到男人的转变，我有几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叫独立的事实，没有独立的事实，因为你还在刷着父母的卡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能承受家人的压力。第三个是能够理解对方的处境，也就是说能够让对方感受到一种尊重感。第四个能够克制和容忍自己的爱，而不是肆无忌惮地把爱都宣泄出去。那这4点我觉得你做的都不够。所以我现在来对你判断的话，你对他还是一种男孩对一个女生的爱。成熟这件事情不是时间，成熟是一种经历。今天你遇到这样的一个客观、理智、冷静的女生，我觉得对你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经历，是一个你成熟的契机，也是一个你独立的契机。所以他希望你做的事情根本不是说服你妈，他是要说服你，让你知道什么叫独立。先从减掉爹妈给你的卡开始，就这样，谢谢。好，谢谢陆琪老师。费劲争取来的爱情，往往真正在一起了之后，现实没那么好看。尤其这方面是男方多想一点，到底是为了爱情，还是为了证明什么？女方要想的一点是，因为女方的情况特殊，她经历过婚姻，所以她在感情上受过伤，她对婚姻看得更通透，更明白一些。那她非常清楚，她需要再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来过这一生。也就是说，她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激情和爱情了，她现在完全是一种被温暖、被爱的感受。所以你要想，如果这个温暖和这种宠爱没有了，是什么能够支撑你再往下走呢？因为你没有那么足够的爱去支撑和他在一起，那么未来那些困难和麻烦以及他妈妈的刁难对你来说
你只有依靠他的爱才能支撑着你往下走。但如果有一天他也烦了，他也厌了，他也倦了，那你又会面临一段失败的婚姻。而且很明白，他妈妈说的那2件事儿，一个婚礼的事儿，一个是婚后同住的问题，这2件事儿就明摆着是个关卡，设给你的，让你一步一步妥协。因为他妈妈知道拿自己儿子没办法，从小被宠到大的，只要他想要的，妈妈爸爸一定满足，让他去得到。那妈妈爸爸现在看拗不过他了，好，我们同意，但是同意是带条件和附加值的。如果这些附加值你都能过得去，那你也非常清楚你未来会过什么样的日子。我觉得想明白这些事儿，你们2个未来的路就会明朗，好吧？谢谢。好，谢谢沙大老师。表面上看，2位之间的感情没有太多问题，但是有一种隐患，缺乏安全感。尤其是当我们的男士说到我想得到的，爸爸妈妈都满足我，我多少有些感觉，即使爸爸妈妈不同意这一次婚姻，但是因为你想要得到，那么他也可能因为你的任性，爸爸妈妈勉强答应。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女方的理性和这种矜持，越发让你有一种想得到他的感觉，因为此刻你就是爱他，你就是喜欢他，一点都不否认。女方特别谈到说，在上一次婚姻当中，我因为缺爱，所以这一次我得到了一种感动，让我和他走在一起。感动可以恋爱，但是安全感可以走更远。有一点我们必须要质疑，一个在经历还未独立的人居然敢喊出你不需要工作。当然他那份爱和热情这是真的，但是目前来看这是暂时的。还有，一旦你和他结了婚，你是他的老婆，而你又比较主导的情况下，他同样也会像和他妈妈那样任性，和你一样任性。婚姻一定不是完全2个人的事情，是2个家庭的事情。男方很努力让妈妈同意了你们的婚姻，但是有点，妈妈这样的做法的确不够尊重人。在婚姻这么大的事情上，不能够接受女方的家属来到婚礼的现场，这叫什么婚姻呢？如果你不能协调好，只是凭一时的冲动、热情或者任性来主导的话，那未来的纠结还会经常发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真的不够看好2个人的关系。好吧，2位请斟酌。好，谢谢于老师。事实上，这个男生很坦诚，虽然有一些肤浅。我听到现在的结果是，这个男生对你所谓的爱还停留在感官上，就是喜欢。如果是真的爱的话，就会产生一种心疼的感觉。当你说你为了一个自己的工作要出差要忙碌的时候，他反映的是你没有时间陪我，而不是心疼。因为他没有过那种独立自主靠一份工作养活自己的感受，所以他产生的不是心疼，而是不要你工作。我们来把男生的行为和一些关键词总结一下。第一，你和你的男上司是不是在一间房间？首先这代表的是对人格的不尊重。第二，我刷我爸妈的卡，经济不独立，人格就不独立。还有最后，他说我希望你不要工作，因为你没有时间陪我。他想到的不是我陪你，而是你陪我。这是他一些关键词上所体现出来的完全的不成熟，说话没有分寸，没有尊重。他说他很爱你，但是我想说的是，他为你所付出的爱你，不过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花着爸妈的钱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虽然他不是职场男性，有家族生意，他就这么闲吗？按道理来说，做生意的人虽然时间会更相对灵活，但如果有志于此的人，懂得父母做生意艰辛的子女会更加努力才是，哪有他这么闲呢？所以如今你产生这样的担忧是非常正常的，但你现在进入了一种错误的一条路，
就是你开始与他母亲之间的战争。事实上，你今天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谈条件。我很赞同于老师那句话，当他提出如此羞辱人的话，平等的婚姻不希望你的亲戚出席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应该坦然地说，这种羞辱人的婚姻我不要。甚至他自己都认为自己的儿子对这段感情，也许并没有付出太多，没有太认真。否则的话，你对面的这位所谓的先生也不可能说我与他之间谈了1年，空前，足以见得他对你的爱还停留在感官上。而你对他所谓的需求，也是他所能够给你带来的一些所谓形式上的温暖，而不是真正内心的心疼。一个真爱你的男生，看着你每天这么努力的工作，他会心疼你，他会去接你下班，他会鼓励你好好工作，他会告诉你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艰难，不怕有我，而不是靠我背后的家庭。所以这个是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应该很明白，第一，不要谈条件，有关于人格羞辱方面的问题不谈条件。第二，这个男生是真诚的，但他还不足以有能力给你所谓的安全感，所以你看着要不要撤，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还是那3个问题吧，这姑娘为什么喜欢我儿子？我儿子能喜欢这姑娘多久？我儿子能 hold 住这姑娘吗？其实就这3个问题。而其实最可怕的是什么？你越是这样的时候，就让他的母亲觉得你目的越不单纯。他就觉得呀，这个女孩怎么有这么多的心眼啊？怎么就能把我那么个傻儿子弄得？所以有时候我们事情容易做的拧巴就在这儿。包括他母亲那段话，就客观的听起来绝对是羞辱人格的，但是在那段话怎么说到那段话的背后经历的那些事儿，其实我们并没有听到。因此摆在这儿的问题特别简单，你们离婚姻路还很远，因为你不成熟。你们如果想继续恋爱，没有人会阻挠你们，你们开开心心的去恋爱。女生是务实的，就按务实的想就好了。这个结果你们自己去掌握嘛，也不要再对抗了。接下来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会一起回想过我们之前经历过很多事情，然后你会觉得我很多东西幼稚，或者是说可能我很多我父母讲的东西，我没有那么容易去答应你啊，或者是改变。但是我觉得我会努力去做一个男人，还会慢慢的从一个男孩成为一个男人，然后包括能担起我们2个之间的一个责任，不然我也不会带你来这个节目。所以我是为了展现我的一个想法给到你，希望你就是给我点时间，然后给我一次机会，不要这么快跟我讲分手这样子。每次其实我们有别扭的时候，我都会尝试着去想你的优点，而不是你的缺点，因为我想着我能够去包容你，我也希望你一样。好，时间到啊！我们这儿有一个爱的记忆箱，我们看今天他们带来的是什么吧。来，请开箱。取吧。他给我的是车票。你放车票的意思是？因为这是我每一次往返去找他的一个见证。那我想要他知道我为他做的这些事情，以及包括我们是不容易这样的坚持过来走过来的。女生那边给的是什么呀？我给了一张婚礼上的亲朋好友的名单。哦，还谈呢啊！我希望他的态度会有所改变，为了我，仅仅而此。啊，其实这个名单一出来啊，他母亲要是看节目的话，他母亲会在心里窃喜。你看，还是对我们家有那个吧。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在底线问题上，你一旦退让了，本来你没有那么想，但是别人会觉得你是那么想的。谢谢2位，请回，请回，请回，谢谢。来，请关门。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在接下来的环节中，我们有请涂磊老师解答一下
抖音 APP 上的朋友们分享的情感故事和问题。接下来进入抖音爱情小课堂。你天天生气有什么意思啊？有啊。你是火药吗？动不动就生气，一点就着。是的。你这样有意思吗，大哥？有啊。你今天多少次没有回我消息啊？我那个时候在忙，没有时间回你。我觉得你就是不爱我了。哪有？秒回是男朋友基本礼仪好吗？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女朋友？那分手啊！分啊！分啊！男人苦恼于女人为什么如此苛刻，但其实对于爱情苛刻，这是女人的本能。当然，在客观状况下也有疏忽的时候，但是男人们扪心自问，大多数的没有回复，其实还是因为得到之后的轻视和懈怠。在女人面前，男人的辩解是最佳一等，只有坦白和用心，才能够让女人心甘情愿。爱情保卫战和我都在抖音开通了账号，大家赶紧下载抖音短视频 APP 来关注我们。还有更多的爱情告白的精彩视频等你来看。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请开门。纯净保湿实时水嫩伊贝诗纯积水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纯净保湿实时水嫩伊贝诗纯积水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回来。请开门。有啥说的吗？我觉得我还是想跟他在一起的，我觉得时间问题而已。好好生活吧，好吗？谢谢，请回。所以你看，有时候理性还真的让人伤心呀！啊，男生就很伤心，因为在这段爱情当中，相爱的两方至少是以爱在一起的。在爱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单纯，只是他们希望把爱的关系做一个变化的时候，世俗的或者其他的力量进入了，他们的爱遇错了，没有办法往起走。所以这种爱情你挺替他们叹息，因为你会发现，当你不得不为现实低头而放掉你认为的爱的时候，那种无力是特别痛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金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静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伊贝诗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我和老公结婚7年了，感情还算不错，但有时也吵架。我老公是个特别孝顺的人，我婆婆又不怎么喜欢我，最近还挑拨我和老公的感情，在老公面前说我的坏话，弄得我和老公大吵一架。他知道呢，他妈妈很多次说我，但这次还是吵得特别厉害。现在我俩一直在冷战，我很难受，我该怎么办呢？纯净保湿实时水嫩伊贝诗纯积水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纯净保湿实时水嫩伊贝诗纯积水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回来。我觉得你啊，有时间呢和老公吵架，不如好好研究一下怎么和婆婆相处。婆媳相处是门学问，希望你能早点学会它。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药保湿伊贝诗冠名播出的，伊贝诗纯积水，纯净保湿，实时水嫩。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本节目由抖音短视频 APP 战略合作播出。上抖音看视频，保卫爱情有秘籍；去抖音拍摄分享你的爱情故事，带话题“我要保卫爱”，并艾特爱情保卫战抖音官方账号，你的视频就有机会出现在节目中，由涂磊老师点评指导。下载抖音 APP 去分享你的爱吧。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传递生活正能量，天津卫视。